你是否曾经因为说错话让场面变得非常尴尬，又或是上台报告的时候，台下都对你兴致缺缺？我是布里，每周与你分享一本改变人生的好书。这部影片帮你从深度沟通力总结3招最实用的沟通技巧，让你在看完这部影片后，能够掌握说话的架构，并在下一次对话时明显感受到沟通能力的提升。这本深度沟通力有大量实用的沟通技巧，我没有办法一次讲完，所以我要在影片的最后把这个沟通圣经送给一位粉丝，满满的干货，绝对值得你把影片看到最后。在分享3个沟通技巧之前，我们得先知道什么是沟通。沟通是人与人之间、人与群体之间思想与感情的传递和回馈的过程，以求达到想法的一致和情感的共鸣。为了有效传达我们的思想，我们必须先梳理我们的想法。在我们的身边肯定都有一个侃侃而谈的朋友，一句话接着一句说个不停。但如果讲话没有重点，我们连听都不想听。那我们到底应该要如何表达呢？第一个沟通技巧130结构表达法。在我们决定说话前，总有一个理由。如果没有理由的话，沉默就是金。但是当我们有必要开口时，请先这样问问自己：为什么我要开口？这段对话的目的是什么？试着把这次沟通的核心给勾勒出来，可以是3个有关核心的要点，也可以跟时间轴有关，过去、时间、未来。但与核心无关的内容就别说了吧。你想想姐妹们正在聊最近最火红的《黑暗荣耀》，并不会突然想听你分享，你知道吗？我在想我下个月要不要跟男朋友去花莲玩呢？即使我们判断对方会对这个与核心无关的内容感兴趣，我们也必须等这段对话结束之后再考虑把它说出来。现在如果你理解了130结构表达法，恭喜你对于架构性的表达有了更清晰的认知。但千万别忘了，沟通是一来一往的过程。如果你只会说不懂听，你变成了单向沟通的沟通渣男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分享第2个沟通技巧3F 倾听法 Fact, Feel, Focus。 倾听事实，倾听感受，倾听意图。一段话里头会夹杂非常多的资讯，多愁善感的人类可没有办法像 Siri 那样不带感情的跟你说话。你怎么这样说？我好难过。总而言之，我们除了要梳理我们的想法，也要学习如何掌握对方想要表达的内容。在对方描述的内容里，有哪些资讯是客观事实？观察对方在讲话的过程中表情和语气的情感变化。最后，与我们开口说话一样，对方开口也肯定有他的理由。如果你掌握了对方沟通的目的，你便可以将它化作这次沟通的核心。我们便能与对方展开更深层的对话。我在这里跟你拍胸保证，如果你可以在每一场沟通里面善用130结构表达法跟3F 倾听法，你已经不是正常人水准了。但如果你渴望力量更强大的沟通力量，那你绝对不能错过最后一个沟通技巧——沟通舞姿。活用这5个肢体语言，会让对方产生你对这个话题非常有兴趣的感觉，进而让对方畅所欲言，表达他内心最深层的想法。第一个肢体语言，眼神交流。见面时，眼神交流可以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自信以及尊重。对话的过程中，保持1半以上的时间与对方进行眼神交流，会让对方觉得你对话题非常感兴趣。结束后，别忘了在道别时目光注视着对方的眼睛，这会给对方留下很好的印象。第2个肢体语言，全神贯注。与沟通无关的东西都别出现在我们的视线范围里，把所有的专注力放在对方身上，是倾听最基本的礼貌。第3个肢体语言，积极回应。如果我们全神贯注的使用3F 倾听法，大脑肯定会产生大量的想法，但有时对方讲的正起劲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适时的点头。这都是让对方知道我们正在积极倾听的重要小动作。第4个肢体语言，身体前倾。对有兴趣的话题，我们会本能的想要凑近表达这一点，让我们的耳朵能够更清楚的听到对方的声音。如果你想营造这种我很感兴趣的感觉，下次不妨再靠近一点点。第5个肢体语言，适应讲话者风格。当时我读到这里，我还想说这是什么怪力乱神，但当我实际应用在生活中，真香！讲话者风格包含语速、情绪，还有肢体语言。如果对方讲话的速度偏慢，那你在回应时，不妨也试着放慢语速。当对方讲得非常兴奋时，语气显得冷静，不如试着同步自己的情绪，你会更能够沉浸在这个对话里头。你肯定看过姐妹在咖啡厅聊天时，都会拖着下巴、歪着头，聊得非常开心；或是2个商人在谈生意时，都会靠着椅背，翘着一只脚。研究证实，人们更愿意与自己相似的人吐出心声。所以下次在沟通时，不妨加入一点模仿讲话者风格的元素。以上是我在深度沟通力习得的3招我觉得最强大的沟通技巧。但不论我们看多少有关沟通的书籍或教学影片，最后能不能够有所成长，都将取决于我们是否在生活中实际应用这些知识。你是否曾不经意用过哪一个沟通技巧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我会一一回复你们。布里说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